林峰，你守着这破楼能有啥出息？让我女儿跟着你遭罪，今天必须把洋楼卖了凑彩礼。楼是林家的根，不能卖，我一定会想办法修好它。修好？就你那本事，我看你就是废物。林峰，别在这装死，今天凑不齐冰箱和大彩电，这婚你就别想结了。我闺女长得俊，那是下金蛋的凤，不能守着你这破洋楼喝西北风。我嗓子眼发干，攥着兜里的200块钱。妈，彩电的事儿能不能宽限几个月？我保证。谁是你妈？别乱攀亲戚。苏巧琴走出来，她穿着时髦的红裙子，眼神鄙夷。林峰，你看看人家马龙，他在特区倒乘摩托车，兜里揣的是大哥大，腰上系的是金利来。你呢？又除了这栋半塌的祖宅，你还有啥？丈母娘冷笑一声，从兜里掏出一叠票子，狠狠摔在我脸上。这是你家当初给的500块定金，还给你。巧琴今天就坐马龙的黄宽轿车走，你这辈子就守着这堆烂砖头烂下去吧。村口传来一阵刺耳的喇叭声，一辆黑色的皇冠3.0轿车神气活现地停在烂泥路边。马龙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胳膊底下夹着公文包，大摇大摆地走过来。哦，林峰，还没开窍呢，这洋楼早晚得塌，不如500块卖给我盖歌舞厅，我还能给你出点修坟的钱。周围的邻居指指点点，满是嘲讽。林家算是完了，守着个空壳子，妻子都守不住，丢脸丢到家了。我死死盯着地上那500块钱，指关节攥得咯吱响，心里那股子憋了3代的火，腾地一下烧到了脑门。我弯腰，一张一张捡起地上的钱，眼神像刀子一样扫过他们。苏巧琴、马龙，你们记住，今天你们怎么出的这个大门，以后就得怎么给我跪着爬回来。我转过身，没看他们的嘲笑，大步走向村委办公室。村长林伯正抽着旱烟，烟雾后面那张老脸满是担忧。阿凤，你疯了！你要把剩下那半间洋楼的产权全买断，那得5000块，你哪来的钱？我把兜里东拼西凑的钱，加上刚才退回来的定金，全部拍在桌上。林伯，这是5000，我要这老宅的红气，1寸地都不能少。林伯叹了口气，盖下了红印章。造孽啊！这娃子是被逼疯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卷着破草席搬进了洋楼最顶层的阁楼。我躺在漏雨的屋顶下，看着漆黑的房梁，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穷不过3代，老子不信这辈子只能在海里捞鱼。台风泰利半夜登陆，整座洋楼都在狂风中颤抖。我正蜷缩在阁楼避雨，头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那是100年的老梁被吹断的声音。我抄起铁签子去扒了碎木头，脚下踢到一个硬邦邦的木板，那是夹层。我狠狠一撬，几块发黑的木料和一封泛黄的信掉了出来。那木料不沉，却散发着一股直冲天灵盖的奇香，像药又像蜜。沉香，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极品老沉香。我强压住狂跳的心，在1992年。这种品级的沉香在南洋比黄金还贵。除了沉香，还有一张发黄的南洋老船票，那是林家当年的商号凭证。马龙、苏巧，咱们的账该提前算了。我背着一只编织袋，连夜坐上了去特区的绿皮火车。在特区最奢华的红木交易中心，我走进了一间挂着南洋号牌子的铺子。掌柜，收老料吗？掌柜推了推金丝眼镜，一脸傲慢。普通水沉别往这拿，脏了我的柜台。我二话没说，掏出一块巴掌大的沉香往桌上一拍，掌柜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他颤抖着手点燃了香，一股异香瞬间迎满整间屋子。极品奇楠，小兄弟，你这东西哪来的？我冷笑一声，主任穿的，开个价，吃不下我换下家。掌柜咬咬牙，15万，再多我真拿不出来了。15万，1992年的15万。我揣着沉重的存折，径直走向了进口车行。老板，那3辆原装进口的50铃货车，我全要了。林家村的土路上，3辆挂着大红花的50铃货车排成一排，咆哮着开进了村。马龙正骑着他那辆本田125摩托车在村口显摆。我坐在第一辆车的驾驶座上，猛踩一脚油门，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吓得马龙连人带车栽进了水沟，邻居们眼珠子差点掉出来。我的天，那是阿峰，他哪来的钱买这么多大货车？苏巧琴拎着菜篮子，手里的鸡蛋碎了一地。我跳下车，从兜里掏出一叠崭新的100元大钞。林伯，我那洋楼要重修，要招村里最好的木匠，1天工钱50块，管烟管酒，顿顿有肉。刚才还围着马龙转的几个闲汉，眼珠子瞬间红了。我干，我力气大。马龙从泥沟里爬出来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林峰，你少装蒜，你这钱肯定来路不正，我要去派出所举报你。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。马龙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重修后的林家洋楼，青砖白墙，金漆牌匾重新挂了上去，林氏商号4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苏巧琴每天都在洋楼门口转悠，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马龙急了，他带着几个混混想在港口劫我的红木货。林峰，这一片的海源我说了算，没有我的条子，
你的货一片叶子也别想运出去。我没废话，从怀里掏出那张南洋老船票和海外信件。马龙，你以为靠几个小流氓就能封了我路？我直接拨通了省城侨联的电话。半小时后，县里的公车风风火火地停在码头，外贸局长亲自下车，拉着我的手。林先生，您的海外宗亲已经和省里达成了意向。这批红木家具是第一批出口创汇产品，谁敢拦？马龙看着被带走的混混瘫在大街上，苏巧琴跑过来想拉我的袖子。阿凤，我当时是被妈逼的，我心里还是有你的。我反手甩开他。苏孝琴，我这洋楼缺个清道的，你想干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下；不想干，滚。1992年的秋天，林家洋楼成了全村人眼里的金山。我坐在村委大堂的正位，桌上码着3尺高的100元大钞，那是第一批木雕的出货款。加一个，大柱哥，你家3个壮劳力，加这个月满勤，一共3600。大柱哥手抖着接过钱，在衣服上蹭了又蹭，眼圈都红了。阿峰，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响钱，你真是咱们林家的财神爷！我刚要说话，门外传来一阵刺耳的哭丧声，惊得院里的麻雀乱飞。苏婆子拽着巧琴，死命地往里挤，老脸笑得像朵烂菊花。哎呦，我的亲姑爷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有咱们苏家，这凤凰咋能少了咱们那一半？我冷眼看着苏婆子，手里的茶杯重重一颗，发出“嗡”一声。苏大婶，你记性不好，定金你退了，婚约你撕了。当初说我守着洋楼等死，现在来这儿攀打门子亲。巧琴眼眶通红，咬着嘴唇，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再也没了当年的傲气。阿凤，我当时是糊涂了，马强那个畜生天天打我，他那是骗婚啊！你就看在往日情分上。我侧身避开他伸过来的手，指着大堂外的林氏祖辈，声音冰冷：林家的门不是谁想进就能进，谁想出就能出的。林伯披着件旧中山装，拄着拐杖从屏风后走出来，脸色阴沉的吓人。他看都不看苏婆子一眼，声音像从骨缝里挤出来：入我门风，欺我子孙。苏家既然退了定，那就是路人想分林家的钱，做梦！苏婆子眼看钱没戏，当场往地上一坐，撒泼打滚，拍着大腿哭天抢地。没天理啊！林峰发了财就不认老丈母娘了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洋楼里住的是没良心的白眼狼！周围领钱的汉子们直接围了上来，一个个撸起袖子，眼神凶狠。苏婆子，你再敢嚎一个字，老子把你扔进海里喂鱼！苏婆子吓得打了个嗝，哭声戛然而止，灰溜溜的想拉着巧琴逃跑。我从桌下拎出一把扎扫帚，直接甩在巧琴脚底下，溅起一片尘土。想吃饭？行。洋楼大门口那条石板路被你们苏家的狂欢车碾脏了，你在这儿扫3个月，每天5块钱，管顿稀饭，干不干？巧琴看着脚下的扫帚，再看看周围嘲讽的目光，脸白得像张纸。林峰，你让我这个当老师的在这儿扫大街！我冷笑一声，转过头继续发钱。扫还是滚，你自己选。巧琴颤抖着手捡起扫帚，在全村人的哄笑声中弯下了腰。不到3天，马强的报应就到了，比我想象中还快。他在特区倒腾的那批摩托车全是走私货，海景连窝端了，他欠了一屁股高利贷。马强光着膀子，被债主追得钻了林家村的草堆，最后跪在了洋楼门口。林峰，阿峰，救救兄弟！那帮人要卸我的腿！他满脸是血，抓着我的裤腿不撒手，哪还有半点大老板的影子？你借我3万，不2万就行，我把巧琴抵给你，她还是黄花闺女。我一脚把他踹翻在泥地里，从兜里掏出一根3-5烟点上，眼神轻蔑。马老板，你那辆黄欢轿车呢？你那金利来皮带呢？苏婆子在旁边看着马强的惨样，吓得瘫在地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朝地上吐了一口烟圈，看着那张被泥水糊住的脸。马强，你这种烂人，连给我家洋楼垫脚都不配。想要钱去码头扛大包，1天2块，没准3年能凑齐医药费。滚！解决了村里的烂事，我把目光盯上了县城的工艺美术厂。那厂子是国营的，有全省最好的老木匠，可因为经营不善，连电费都交不起。我骑着嘉陵摩托直奔县城，推开了张厂长办公室的大门。张厂长，厂子我承包了，补发欠薪，1人加发100块开工红包。张厂长眼珠子都圆了，手里的大瓷杯差点摔地上。林老板，那可是20多万的窟窿，你这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吧？我直接把3张大额汇票拍在桌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钱不是问题，我要的是厂里那批南洋红木馈箧，还有那帮老师傅的手艺。合同签下的第2天，厂门口就炸了锅，像过年一样热闹。200多个工人领到了半年没见的票子，对着我又是鞠躬又是擦眼泪。可就在我准备拉第1批红木进场时，一个开着吉普车的胖子挡住了大门。那是朱大富，县城码头的土皇帝，马强的亲姐夫。
他腆着大肚子，手里盘着俩石球，身后的汉子个个拎着钢管。林老板，面生啊，在县城拉货，没经过我朱大富的秤，这轮子他转不动。朱大富石球转得飞快，发出让人牙酸的摩擦声。林老板，这县城的码头我说了算，你想走货，行，跪下磕3个头，再把洋楼那2根沉香送过来。我站在货车头，看着被他们砸碎的挡风玻璃，面无表情。朱老板，我是给县里出口创汇的，这货耽误了，你赔得起。朱大富哈哈大笑，满脸横肉都在颤，嚣张到了极点。按创汇，在老子地盘上，老子就是会，每辆车抽200块，少1分，我就把这货全沉了海。我二哥林大壮气不过，拎着扳手冲上去理论，被朱大富的小弟一棍子闷在头上，鲜血顺着二哥的额头瞬间淌了下来，糊住了他的眼。别给钱，他们是土匪。朱大富一口痰吐在二哥身上，拿钢管指着我的鼻子。姓林的，你那洋楼藏了宝贝是吧？老子今天不仅要路费，还要你林家的一条腿！我看着二哥头上的血，拳头攥得咯吱响，声音冷得掉渣。朱大富，你记住了，这棍子你是怎么打下来的？回头我就让你怎么吃回去。朱大富吐掉嘴里的烟头，眼神里透着股狠劲。吃回去，就凭你这个守破屋的穷鬼！兄弟们，给我打！把这些木头全给我劈了当柴烧！眼看那帮地痞就要动手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拨开了人群。朱大富，你以为这县城没人能治得了你？二哥，咱们走，去省里。朱大富在后面嚣张的狂笑，声音在空旷的厂区回荡。去省里，你去京城也没用。老子在县里有人，我看谁敢动我！我没回头，直接扶着二哥上了50铃货车。阿峰，咱真就这么算了？这口气憋得难受啊！二哥捂着头，鞋把衬衫领子都浸透了。我死死握着方向盘，眼神盯着前方的挡风玻璃。钻，林家的血从不白流。二哥，我要让他朱大富知道什么叫踢到铁板上。我连夜赶回林家洋楼，撬开了地窖最深处的青砖，那里藏着林家先祖从南阳带回来的最后一批宝贝，3尊极品沉香木雕观音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这几尊宝贝，直接敲开了省博物馆馆长家的门。馆长，这是林家在海外漂泊100年的东西，我想无偿捐给国家。老馆长推了推金丝眼镜，看到木雕的一瞬间，手都在打哆嗦。这是唐代技法的延续啊，真正的国宝。林先生，您这份胸怀，国家记住了。下午，省厅的紧急批文就直接送到了县里。不仅如此，由于林家洋楼的历史保护价值，省里特批将工艺厂列为省重点外贸出口单位。一张金灿灿带着国徽的牌匾，由县公安局长亲自护送，直接送往工艺厂。我站在厂门口，看着那块牌匾，冷冷一笑。朱大富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朱大富正带着人在码头吃海鲜火锅，吹嘘着怎么把我的厂子搞垮。那林峰就是个软蛋，被打了一棍子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第3辆50铃货车再次停在码头，车头赫然挂着省重点出口单位的横幅。我从车上跳下来，身后跟着几10名全副武装的特警。县里的王副县长黑着脸从后面的皇冠车里钻出来，声音大得惊人：朱大富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连省里旁牌的单位都敢勒索！朱大富吓得筷子都掉进了火锅里，结结巴巴开口：王县，我这就是收点辛苦费。王副县长反手一个耳光抽在朱大富脸上，打得他原地转了个圈。辛苦费？你这是在破坏创汇大局，是在挖社会一墙角！抓起来！警察一拥而上，直接把朱大富和那帮混混按在了沙堆里。工艺厂的烟囱重新冒了烟，工人们没日没夜地赶制第一批出口南洋的订单。苏婆子和巧琴蹲在厂门口的马路牙子上，眼巴巴地看着那一车车拉走的红木家具。哎呦，阿峰，我是你亲婶子啊！你看巧琴以前可是当过老师的，干这些脏活多可惜。苏婆子满脸谄媚，手又要往我袖子上搭，被我冷冷避开。巧琴垂着头，穿着一身满是泥点的旧衣服，眼圈通红。林峰，我知道错了，马强被抓了，我这日子没法过了，你就帮帮我行吗？我看着这对当初不可一世的母女，心里没有半点波动。乔琴，你当初嫌弃我那洋楼破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今天？我指着旁边正在卸货的大卡车，那里堆满了又黑又臭的生漆圆桶。去，那1桶生漆需要人搬进仓库，1桶给1块钱，不包饭。想干就领围裙，不想干赶紧滚出我的视线。第一笔10万美金的外汇到账后，我直接转战省城的外贸交易会。在最豪华的展位前，我遇到了雷万海。他穿着身银色的高档西装，手里掐着粗大的古巴雪茄，身后站着10几个戴墨镜的保镖。林老板，听说你在县城闹得挺凶。我是雷万海，这全省的海运航道一半姓林。他吐出一口烟圈，眼神像毒蛇一样盯着我。
指教谈不上，我看上了你林家那古伐木雕的专利，50万，厂子卖给我，你回乡下当地主去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慢条斯理地翻着订单。雷老板开玩笑了，林家的东西给多少钱都不卖。雷万海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手里的雪茄被捏得粉碎。林峰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这省城的强等钱我不点头，你的一双筷子也别想运出港口。我站起身，对上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。雷老板，咱们走着瞧，看谁先断气。雷万海的动作比我想象中快得多。短短3天，我在省城联系的所有外贸商全都翻了脸。林老板，对不住，雷万海发了话，谁接林家的货，谁就得在省城消失。不仅如此，港口的集装箱全部满了，偏偏只有我的货柜被堆在露天码头暴晒。林峰，这批红木要是淋了雨，你就得赔个倾家荡产。马强不知道从哪儿钻了出来，穿着身破烂西装，站在码头幸灾乐祸。厂里的工人们急得团团转，二哥林大壮嗓子都喊哑了。阿峰，要是这批货发不走，违约金就能把咱们压死啊！我看着那些被雨布盖着的家具，手里掐着3、5烟。二哥，别慌，雷万还以为掐住了港口就能掐住我的命，他太小看林家100年的抑郁了。走回洋楼。我刚回到林家村，村口就停了3辆闪着红蓝灯的警车。朱大富舔着肚子，指着我的鼻子跟警察喊：“就是他，林峰！他那洋楼里藏的全是国家2级文物，他这是倒卖国宝！”苏婆子也跳了出来，满脸横肉都在抖。对，我亲眼看见他半夜3更在洋楼里砸墙挖宝贝，那都是不义之财啊！带队的警察脸色严肃，直接拿出了查封令。林峰，有人实名举报你非法自有并倒卖国家文物，请配合调查。二哥急得要跟人拼命，被我一把拉住。警察同志，举报是公民的权利，不过拿证据说话。朱大富阴笑着凑到我耳边：“姓林的，这回老子让你把吃进去的全吐出来，还得去里面蹲一辈子大牢。”朱大富带着警察冲进洋楼，直奔地窖。苏婆子在后面笑得牙花子都露出来了。饭就在那暗格里，那几尊木雕观音肯定还在。然而暗格打开，里面空空如也，只有一张泛黄的手举。我慢条斯理地从怀里掏出一本红灿灿的证书，当众翻开。警察同志，省博物馆的无偿捐赠证书在这，所有的文物早已移交国家。另外，这是省里验发的文荣拱特别贡献奖，还有我的海外合法新产继承公证。证书上的钢印在大厅里晃了，朱大富眼睛发直。警察接过证书，脸色瞬间变了，转头瞪向朱大富。朱大富，你不是说亲眼看见他倒卖吗？朱大富吓得腿一软，差点瘫在地上。这不可能啊！苏婆子，你不是说他肯定私藏了吗？苏婆子吓得老脸煞白，扭头就想往大门外钻。我也是听村里人瞎传的。我不识字，我不知道啊！我猛地一拍桌子，声音震得房梁落灰。不知道。朱大富、苏婶恶意诬告，非法侵入民宅，破坏创汇生产，这罪名够你们吃几年牢饭。警察直接掏出明晃晃的手铐，咔嚓一声扣在了朱大富手上。朱大富，恶意报假警，带走。苏老婆子，你也跟我回去说明情况。苏婆子嚎天哭的被拽上了警车，巧琴躲在院子树后，脸白的跟死人一样。朱大富被带走前，死死盯着我，眼里全是绝望。我冷笑一声，拍了拍身上的灰。朱大富，我说过，这棍子我会让你吃回去，这才是前菜。解决了举报的事，省城的危机却像涨潮的海水，一浪高过一浪。我刚踏进县城工艺厂的办公室，二哥林大壮就撞了进来，手里捏着张揉皱的公函，手心里全是汗。阿峰，出大事了！农行的行长刚才打电话，说省行直接下了死命令，要把咱那20万贷款收回去。我拉开抽屉，翻出一根3、5烟点上，看着白雾在风扇下打着旋。收回去，核情期还没到。他凭什么收？这不合规矩！行长在电话里声音都打颤，说咱企业风险评估不及格。妈的，肯定是雷万海在省城使了坏，他跟省行的人熟。二哥急得把烟头往地上一砸，眼珠子都红了。这20万是咱全厂人的命。封厂，厂里还压着10万美金的南洋红木料呢。阿凤，咱得去省城找雷万海服个软吧，哪怕给他磕个头呢。我看着窗外忙碌的工位，冷笑一声，把烟头狠狠按死在烟灰缸里。不然，雷万还想看我林峰下跪，他还没那个道行。他以为掐断了我的钱袋子，我就得跪下叫爹。二哥，守好厂门。他真当林家的地窖里只有那3尊观音？这洋楼里的钱宽，他雷万海做梦都想不到。我带上洋楼的暗门钥匙，转身走入夜色，目标只有老宅地底最深处那个从未开启的禁区。深夜，林家洋楼
四下静的只能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。我撬开地窖角落的第3块青砖，露出了一个生锈的铁柱拉环，猛地一转，随着一阵刺耳的摩擦声，一扇藏在暗处的铁门缓缓开启。那是林家从未公开的第2层地宫。手电筒的光柱划破黑暗，照在了墙角一排码放的整整齐齐的白瓷罐上，罐口封着红泥。我掀开其中一个瓷罐的泥封，一股浓郁到近乎实质的沉香气味瞬间包裹了我，像蜜又像老药。这是清末封存的极品沉香精油，整整20罐。这种东西每一滴在1992年的南洋市场都贵过10斤，是顶级香料商的命脉。瓷罐底下还压着一个上了黑漆的红木盒，我拨开锁头，里面是厚厚一沓泛黄的纸张。南洋林氏商行业黄金月换券，民国26年印，还有海外银行的借银证。我攥着这些东西，手心里全是汗，心脏跳得像要撞碎肋骨。这是林家积累100年的最后家底。雷万海，你跟我玩资本封锁，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宗族并义。我把这些指头揣进怀里，连夜骑上嘉陵摩托，冒着细雨直奔特区深圳的渣打银行。特区深圳渣打银行贵宾室，冷气开得很足。外籍行长威廉穿着笔挺的燕尾服，手里捏着白瓷咖啡杯，打量了我一眼，看着我身上满是泥点的旧衬衫和脚底的解放鞋，他语气里全是傲慢。林先生，我们这里只受理国际大宗业务和外汇结账，普通的抵押，请你去对面的中行，别耽误我的时间。我一言不发，直接把那个白瓷罐往红木桌上一放，撬开了缝隙，一瞬间异香扑鼻。威廉的杯子当场僵在半空，他是个行家，眼珠子瞬间直了。上帝呀！这是年份超过100年的极品沉香油，这种成色，全球只有中东皇室才有。他颤抖着取出一根银针，蘸了一点在鼻尖，脸色从傲慢变成了极度的惊恐与恭敬。这是神迹！林先生，刚才是我无礼。您这些东西每一滴都是流动的黄金。我紧接着把那叠泛黄的兑换券拍在桌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震得咖啡都洒了出来。威廉先生，帮我核实一下，我要在今天下班前看到林氏国际的账户里有5000万现金。威廉拿着放大镜对着金券看了整整5分钟，额头上全是汗。这是当年林氏在南洋分行的硬通货临证全球通兑。林先生，我立刻为您办理。我带着5000万的外汇授信合同回到省城办事处，二哥林大壮正被几个讨债的流氓围在中间，急得满头是汗。那帮人正准备搬咱的办公桌。阿峰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这帮人说再不给钱就要拿舅子借了他的红木药片。我冷哼一声，直接把那份盖着渣打银行钢印的合同甩在桌子上。二哥，传我的话，全省所有的旧板件和精挑间公司，凡是租给雷万海的，我全翻倍买断。二哥看着合同上那一串惊人的零，惊得半天没合拢嘴。5000万，阿凤，你这是去抢了金库还是怎么着？少废话，雷万海不是想玩港口莽盾吗？那我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资本碾压。当天下午，省城最大的3家海运物流公司宣布易主，招牌全部换成了林氏国际，所有的空货柜优先装在林家的木雕家具。雷万海的货全被堆在码头晒太阳，一天损失几10万。雷万海在办公室里摔烂了整套紫砂壶，对着秘书咆哮：林峰哪来的钱？5000万外贴，他背后到底是哪尊大佛？给我查！查不出来你就去码头当苦力。雷万海不甘心失败，他发动了所有的关系，买断了全省所有的红木原材仓库。林峰，你有船又怎么样？你没木头，你拿什么交货？你就等着违约赔死在码头上吧。雷万海在省城商会上疯狂叫嚣，他投入了整整1000万，把市面上能看到的红木全收了。二哥急得在洋楼露台上转圈，嗓子都哑了，不停地抽着闷烟。阿峰，料厂那边说连根木头渣子都不剩了，全被雷万海的人拉走了。咱下周的订单怎么办？我端着一杯高山茶，看着洋楼后山那片郁郁葱葱、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野林子。二哥，你觉得雷万海聪明，还是咱家老祖宗聪明？他以为那是荒山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说笑？那是祖产，不能动啊！我站起身，指着那些树皮发灰、长满倒刺的树干，眼神深邃。那是100年以上的降真香红木，是当年林家最辉煌的时候种下的。老祖宗为了护根，故意种了酸枣遮叶。去，带人上后山，告诉乡亲们，老祖宗留下的红木林该见太阳了。每砍一棵，村里发500块奖金。二哥愣住了，嘴里的烟头掉在了地上。后山那些不是烧火柴？天野，这才是真正的金山。当第一棵100年的降真香红木在电锯声中倒下，那种紫红色的木质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宝光，全村的老木匠都跪下了，颤抖着手摸着那细密的纹理，老泪横流。天野呀，
这成色，这有幸在省城一根就能换一栋别墅啊！林家显灵了。消息传得飞快，雷万海听说我开了山，急火攻心，直接带着几10个混混冲到了后山脚下。林峰，你这是非法毁林，我要去县里告你，让你把牢底坐穿。这些资源是国家的。雷万海指着漫山的极品红木，眼珠子全成了血红色，贪婪的发疯。我从怀里掏出林家洋楼的红契和加盖了省林业厅公章的林权证，当面拍在他脸上。雷万海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林家的私产土地，老子种了100年，想砍哪棵就砍哪棵。倒是你花1000万买了一堆劣质木头砸在手里，银行的利息够你喝几壶的吧？你的资金链断了吧？雷万海看着那片价值连城的红木林，再看看我手里合法的权证，气得胸口剧烈起伏。林峰，你这个乡下泥腿子！他话音未落，喉咙一甜，一口鲜血直接喷在了那张红漆上，整个人栽进了泥地里抽搐。雷万海彻底疯了，他知道自己玩不过资本，就开始玩命。他从泥地里爬起来，眼里的毒光像蛇一样盯着我。林峰，这山头你要是敢运下去一个木头，让它半路全变成灰，省城不是你说了算。深夜，后山突然冒起火光，雷万海雇了一帮亡命徒，拎着汽油桶想烧了我的林子。烧！得不到，老子就毁了他，让他林峰倾家荡产。然而那帮手下还没靠近林园，就被全副武装的林家村安保队给按在了土坑里。二哥大壮拎着根粗木棍，对着领头的混混就是一脚，力气大得惊人。敢动林家的根，你也不打听讲听，这山头的祖宗姓什么？全给我绑了送派出所！我站在安保队后面，手里拿着个黑色的大哥大，直接按下了拨号键。王局，人抓到了，纵火、商业触查，还有他们之前有资摩托车的账本，我也顺便给您寄过去了。电话那头，县公安局的声音低沉有力。林老板，放心，破坏出口创汇大局，这是重罪，谁也保不住他。第二天一早，警笛声响彻了码头。雷万海在睡梦中被带走，曾经跟着他的狗腿子们纷纷倒戈揭发。我站在洋楼门口，看着被押走的雷万海，声音平静。雷老板，省城的路你走错了，林家的门槛你这辈子也跨不过去。雷万海倒台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10里8乡。苏家那边，巧琴此时已经落魄到了极点，那点老师的工资全被马强赌光了。马强因为参与走私摩托车，不仅家产被收缴，还欠了满身赌债，早就跑得没影了。我开着那辆崭新的50铃大货车经过村口，正好撞见巧琴跪在烂泥地里。林峰，求求你给我口饭吃，哪怕是回洋楼洗马桶、扫厕所也行。他蓬头垢面，再也没了当初悔婚时的那种傲气，双手死死抓着我的车轮。我拉下车窗，冷冷地看着他那副狼狈样，心里没有半点波动。乔琴，你当初坐马强的黄光车时，不是说那才是人过的日子吗？好喝吗？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林峰，你心里肯定还有我，对不对？咱俩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看着他那张满是污泥和泪水的脸，只觉得一阵厌烦。心里有你，我林家的心里只有祖宗和这片林子。至于你，连给我家洋楼垫脚都不配，滚远点！我猛地一踩油门，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，溅起了泥水糊了他一身。他在车后绝望的嚎哭，可我连后视镜都没看一眼。马强这畜生被从外省抓回来后，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烂人，满身烟棒。他想趁着半夜潜入洋楼，偷那几尊还没捐掉的极品木雕，结果刚翻墙就触动了报警器。我拎着强光手电，看着缩在墙角像只落水老鼠一样的马强。马老板，这金利来皮带怎么换成麻绳了？马强咚咚的磕头，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，毫无廉耻。阿不，咱以前可是喝过酒的兄弟，帮我一把吧。巧琴我可以不要，我把他白送给你当奴隶。我厌恶地皱起眉头，看着这个曾经嚣张跋扈的男人，只觉得他在浪费这里的空气。兄弟，你也配提这2个字？偷窃国家保护文物，这罪名够你在里面待到白头了。我直接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，警察来的时候，马强还在地上像条蛆一样求饶。巧琴在院子外面看着马强被带走，突然像疯了一样狂笑起来，声音凄厉：“林峰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毁了我的一辈子！你这个疯子！”我站在月光下的洋楼露台上，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毁掉你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心里的那股贪劲。林家不养白眼狼。” 1992年的年底，林氏国际集团在省城大厦正式挂牌，气势如虹。我穿着一身考究的黑绸中山装，站在红毯尽头，外经贸厅的领导亲自给我颁奖。林峰先生荣续全省年度杰出企业家出口创汇英雄称号，大家掌声欢迎！
台下掌声如雷。我看着手里那座沉甸甸的金质奖杯，眼前全是洋楼当初坍塌的画面。二哥林大壮穿着紧绷的新西装，坐在第一排直抹眼泪，哭得像个孩子。爹娘，阿峰出息了，林家真的起富了，咱们再也不用受人白眼了。晚宴上，曾经那些连正眼都不瞧我的外贸商，现在排着队过来敬酒。林老板，以后您的货咱们绝对优先安排，运费全免，您可得拉兄弟一把。林先生，我有几个南洋的老客户，想指明要您的酱真香将军，价格您开。我端着红酒杯一饮而尽，声音在大厅里回荡，震得吊灯乱晃。喝酒可以，生意也可以谈，但规矩得按我林家的来。谁要是再敢背后捅刀子，雷万海就是榜样。全场瞬间鸦雀无声，几十个身价千万的老板面面相觑，连个大声喘气的都没有。除夕的前一天，我回到了林家村，带着10辆装满年货的货车，全村老少敲锣打鼓，在村口摆了2里地的红鞭炮，火光冲天。林伯老泪横流，抓着我的手不松开。阿峰，林家100年的风水让你给续上了，你是咱全村的贵人呀！我来到那座曾经最破，如今最气派的洋楼前，它就像一颗明珠镶嵌在海边。我站在顶层露台上，喝着最浓的高山茶，远处的后山红木参天，那是我的江山。苏婆子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，想偷偷拿走门口的一块装饰红砖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眼神像冰碴子一样。苏大婶，这砖头林家的人才搬得动，你拿不动，别脏了我的地。她吓得手一松，砖头直接砸在脚背上，疼得发出杀猪般的惨叫。阿凤，我好歹也是你长辈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心狠？长辈，在我心里，长辈这2个字，你这种卖女儿的人不配。我看着远方的海平线，太阳正缓缓落下，海面一片金红。砸碎命运的从来不是那箱沉香，而是林家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傲气。林家终究是屹立不倒了。1993年元旦，南方的春风比北边来得早，带着一股咸腥的希望。省城的办事处扩建了，整层甲级写字楼挂满了林氏国际的红旗，格外扎眼。二哥林大壮跑得满头大汗，手里攥着一份加急电报，声音都变了调。阿峰，特区那边出事了，雷万海虽然进去了，可他背后的东南商会不打算放过咱，他们联合了10几家木材巨盗，断了咱的出买口，说咱的红木没经过商会认证，全是野路子假货。我放下手里的钢笔，看着窗外川流不息，到处是桑塔纳的街道，眼神渐冷。认证，他们是看咱赚了外汇，想过来分一杯羹吧。二哥，货照常发，谁敢扣货，直接给我走法律程序。可是特区那帮人狠得很，他们把咱发往南洋的3个江猪庄全给扣在码头了，说要卡验1年。我猛地站起身，披上那件笔挺的中山装，扣子扣得严严实实。1年？他们扣的不是货，是林家的老骨头。他们想玩，我就陪他们玩大的。二哥订票，既然特区不让过，我就去特区亲手把这大门给拆了。特区深圳遍地是脚手架，空气里都是发财的焦灼味道。我刚到蛇口码头，就被一群戴着红袖箍、拿着文件夹的壮汉给拦住了。领头的是个戴金丝眼镜的瘦子，叫雷千珏，是雷万海的堂弟，眼神阴悚。林老板，久仰大名，在特区想出海，得按我们的规矩办。你这批木头，我们怀疑是否自冰龟品种。雷经理，省里的批文我带了，所有的手续一个不少。你凭什么扣货？你有执法权吗？雷千珏阴笑一声，敲了敲桌子上的商会条约，语气嚣张。省里是省里，商会是商会，不交500万资源保护费，你的货就在这儿晒成干巴，正好当柴烧。二哥大壮气得撸起袖子就要冲上去，被我一掌拦在后面。500万，雷经理，你这胃口比你堂哥雷万海还大。不过，我怕你吃得下，拉不出，把自己憋死。林峰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在特区我雷家说了算。没钱，你这一根木头也别想出港。回到落脚的5星级酒店，二哥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阿峰，南洋那边的老主顾已经催了3遍了，再不到货，咱得赔3倍违约金，那是上千万呀！办事处的主任也急得满嘴起泡，不停地接着各路车单的电话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冷笑一声，拨通了省博物馆老馆长的私人电话。老馆长，我林家洋楼里还有一卷清末南洋商贸航道图，我想把它无偿捐给国家，支持特区建设。老馆长在电话那头激动的直接咳了出来。阿峰，那可是研究海上星斗认贵的顶级国宝啊！你真的舍得捐出来？舍得，但我有个条件，请省里的外贸巡顺组带着专家来特区走一趟，我要给这些所谓的外贸专家上课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规矩。老馆长想都没想，当场拍板，没问题，这事儿关乎国家脸面，我这就给省厅打报告。
明天专件叫就出发。雷千珏还在码头守着我那3个货柜，手里摇着对讲机，耀武扬威。林峰，想通了没？那500万现金你是准备怎么给？要是没钱，拿你后山的地契抵也行。我开着那辆2手的桑塔纳，稳稳停在码头正中央，摇下车窗。雷经理，钱我1分没有，不过我请了几个省里的老教授，想请你谈谈这木头的学术价值。话音刚落，5辆挂着省城公检法牌照的长风猎豹呼啸着冲进了码头，直接把雷千珏的吉普车给围了。省外贸巡视组的主任大步走下车，脸色黑得像锅底。雷千珏，谁给你的权利私扣国家内保护的创维物资？你这是在破坏改革大局！雷千珏吓得腿一软，对讲机啪嗒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主任，我这就是按商会规矩查个税，放我死。查税？我看你是在中饱私囊，敲诈勒索，统统给我铐起来，带走调查。货柜终于装上了开往南洋的万吨军，汽笛声响彻了整个蛇口港。二哥在岸边兴奋地跳了起来，对着雷千珏被带走的方向狠狠吐了一口唾沫。嘿，这下雷家彻底绝后了，看特区谁还敢拦咱林家的路！阿凤，咱赢了！我看着渐渐远去的巨轮，心里却没有一丝放松。苏家那边又传来了阴魂不散的消息，苏婆子为了还马强欠下的巨额赌债，把巧琴骗到了省城的一个地下黑舞厅抵债。林峰，求求你救救巧琴吧，她要被那帮收债的给卖到深山老林里去了，我求你了！苏婆子跪在特区的酒店门口，抓着我的鞋尖不松手，哭得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我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、嫌贫爱富的泼妇，如今落得像只疯狗。苏婆子，当初你退定金的时候，没想过会有今天。你的宝贝闺女不是要坐黄光车吗？我错了，我真的该死！你看到巧琴跟你奶奶的份上，就来硬吧，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。我终究还是带着二哥回了省城，直奔那家乌烟瘴气的地下黑舞厅。2楼昏暗的包间里，巧琴正被2个满脸横肉、刺着青龙的男人拽着头发，拼命的尖叫。放开我！我有钱，我以后肯定还给你们。林峰会给你们钱的。有钱，马强欠了咱们3万，你妈说你这脸蛋值这个价。乖乖跟哥走，去山里待着吧。我猛地推开包间厚重的房门，手里的公文包直接砸在了满是酒瓶的玻璃桌上。3万块，人我现在就要带走，谁拦谁就去局里待着。领头的男人斜着眼，一脸横香，吐掉嘴里的牙签。哟，哪儿来的土财主？3万那是去年的价，现在涨到6万了，少1分你都带不走。我冷笑一声，从包里掏出一叠崭新的钞票，还有一张外贸局的特别通行证。6万我可以给，但你确定为了这几万块得罪省厅的重点出口单位和全省的创汇英雄？领头的男人看到那张盖着大红公章和省政府钢印的通行证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在1993年，这种有官方深厚背景的企业家，他们这些混社会的100个也惹不起。哟，原来是林老板，失敬失敬，这钱我哪敢要啊？人，您现在就带走！我一把拉起瘫在地上的巧琴，他抬头看见是我，眼里的泪瞬间夺眶而出。林峰，你是来接我回去结婚的吗？我就知道你放不下我，我就知道。我猛地甩开他那双满是汗水的手，眼神里没有半点温存，只有刺骨的寒意。巧琴，你听清楚，这6万块是我林峰借给你的债，从今天起回洋楼的红木作坊当3年苦力，3年之后债清了，你我互不相欠。别跟我提结婚，你不配进林家的门。巧琴呆住了，她看着我决绝的背影，原本那点死灰复燃的幻想被砸得粉碎。1994年，林氏国际的红木家具正式冲出了亚洲，进入了欧美顶级奢侈品市场。我成了全省知名的红木大王，甚至接受了央视的采访，登上了头版。雷万海在狱中因为肝病申请保外就医，我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和资源，死死按住了。二哥，告诉司法那边按规矩办。像他这种破坏国家财产的，这辈子都别想出来。林家洋楼也重新修缮完毕，成了当地的文化旅游地标，游客每天都要排长队。我请了全省最好的汉白玉老师傅，在洋楼后院立了一座高大的碑，上面刻着林家100年的祖训：守得住破屋，留得住骨气。这10个字字字千金。苏婆子因为非法集资被抓了，判了5年，关进了朱大富和马强待过的那个监狱。巧琴在作坊里每天搬运沉重的红木，手上的血泡磨成了老茧，再也没提过皇冠车。生意越做越大，各路牛鬼蛇神也跟着冒出了头。一个自称是南洋林氏正统的海外考察团，气势汹汹地回到了林家村，领头的是个满口洋文、打着领结的年轻人，叫林威廉，态度极其傲慢。林先生，经过我们的律师调查，这座洋楼的所有权在民国年间已经合法转给我爷爷，你现在是轻变私人资产，
他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出来的英文文件，身后跟着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律师，气势逼人。村里人都慌了，林伯拄着拐杖跑过来，声音发颤：“阿凤，这可咋办？这帮洋人说房子是他们的，要把咱祖宗的牌位都认出来啊！”我看着那份文件，再看看不可一世的林威廉，坐在太师椅上冷冷一笑：“林先生，你说房子是你的，那我问你，洋楼地招第3层暗格里的家传航道图，你见过吗？”林威廉愣住了，他显然没料到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村里人会知道这种顶级机密。什么航道图？我只看法律地契。这房子现在必须归还给我们，否则我就上报大使馆。我慢条斯理地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、保存完好的老报纸，那是1942年的南洋商报。林先生，你爷爷林天佑当年是为了躲避战乱，把房产全价变卖给我祖父，这上面有你爷爷的亲笔声明。另外，你手里的地契是伪造的，因为真正的盐键红器现在就锁在省档案馆的保险柜里，你要试试报警吗？林威廉的脸色瞬间变得比猪肝还难看，手里的咖啡杯都在抖。你怎么会有省档案馆的东西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冷笑一声，拍了拍手。2名身穿制服的省文物局专家大步走进了院子。林威廉先生，你涉嫌伪造历史文件，诈骗国家级保护文物，请跟我们去局里说明情况。林威廉被带走后，林家村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我的财富积累到了一个令人恐怖的天文数字，但我没忘了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。我出资500万现金，给村里修了第1座现代化实验小学，名字就叫林氏乔欣小学。开学典礼那天，乔欣穿着一身沾满木屑的灰布工作服，在学校门口默默扫着落叶。他看着我剪彩，看着县里领导对我恭恭敬敬，眼神里除了悔恨，再也没了当初的傲气。马强因为在狱中私藏违禁品被加刑了3年，他在里面听说我的身价，据说气得天天自残。二哥大壮也结婚了，娶的是个本分的乡村女老师，林家的香火终于重新旺了起来。我站在操场上，看着孩子们读书的样子，心里前所未有的舒坦。1995年，省城举办了第1届国际顶级红木家具博览会，规模空前。林氏国际的展位占了会场最显眼的地方，各种极品匠真橡木雕围得水泄不通。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商人竖起大拇指，不停地赞叹 Lin, your furniture is not art, it's a miracle. The soul of Chinese culture. 我用流利的英文从容回答，因为每一件木雕都是用我祖宗的骨气刻出来的，每一寸木纹都有林家的灵魂。展会结束后，我独自坐在江边的露天咖啡厅，吹着江风，心里很静。雷万海的女儿雷小曼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她穿了一身黑色的丧裙，眼神空洞。林总，我爸在监狱里走了。他临终前说，他这辈子最错的就是低估了那个手破房子的穷小子。我看着雷小曼，心里没有产生一丝怜悯的波澜。雷小姐，你爸不是低估了我，他是低估了那栋破洋楼背后的民心和天理。雷小曼苦涩地笑了笑，从名牌包里掏出一张支票，那是雷家最后剩下的所有资产。我打算移民了，这辈子都不回来了。这笔钱我捐给你的小学，全当给我爸受点罪吧。我没接那张支票，只是指了指远处的办事处。捐款去校财务室走正规流程，林家不收雷家的钱，但小学不拒绝任何善款。雷小曼点了点头，眼神复杂地看了我最后一眼，转头消失在省城的茫茫霓虹灯里。二哥走过来，递给我一根烟。阿凤，咱这辈子算是圆满了吗？咱是不是该歇歇了？我看着江面上往来的万吨巨轮，吐出一口浓雾。圆满。二哥，林家的路才刚刚踏上京城。林家洋楼正式被国务院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成了不折不扣的宝贝。苏婆子在狱中突发脑溢血，瘫了，嘴歪眼斜，连饭都喂不进去。巧琴跪在我的办公室门口，求我去见他妈最后一面，被我当场拒绝了。巧琴，我说过3年之期，你还有3个月太满，回你的作坊搬木头去。巧琴绝望地跪在大街上，看着曾经的未婚夫开着豪车驶过，可周围的路人没一个同情他。马龙在特区沦为了职业乞丐，据说因为偷吃人家的馒头，被人打断了另一条腿。那些曾经嘲笑我、欺负过林家的人，一个接一个的掉进了自己挖的泥潭里，而我依然住在那个最初也最爱的林家洋楼里。每天早上擦拭那张南洋老船票。1996年，林氏国际集团正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，震惊了整个木材圈。我成了那个年代最传奇的实业大亨，身家翻了无数倍。上市晚宴上名流云集，无数打扮时髦的名媛想往我身边靠。
我只是微笑拒绝。我端着红酒杯，穿过那些虚伪的赞美和掌声，独自走到了露台的窗边。我想起了1992年那个为了1.2万彩礼被丈母娘指着鼻子骂退婚的下午，想起了苏婆子甩在我脸上的那500块定金，还有巧琴离去时的决绝背影，想起了那个雷雨交加、洋楼塌方，我差点被砸死在地窖里的夜晚。如果没有那份对祖宅、对祖宗的坚守，我林峰现在或许只是个在海边晒网的渔夫。除夕夜前夕，我独自回到了林家村。我没开那辆崭新的奔驰 S 级，而是骑着当年那辆已经锈迹斑斑还能发动的嘉陵摩托。村里的黄泥路全铺成了宽敞的柏油路，路边全是林姓子弟盖起来的气派小洋楼。林伯老了，耳朵背得厉害，但他一眼就认出了我的背影。阿峰啊，你咋又骑着烂摩托回来了？省城赚的钱不够买汽油吗？我扶着他坐在洋楼门口的石阶上，看着金色的晚霞。不，我想回来听听这里的海风，想看看这洋楼是不是还跟当年一样结实。林伯摸着斑驳但干燥的红砖，憨厚的笑了。结实，你林峰亲手修的房，再住他200年都没问题。你是咱林家的骄傲。我走进洋楼的顶层阁楼，那是我的起点，也是我的福地。那张折断的老梁已经被我请人用纯金箍修复好了，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和年份。当年藏尘香木和黄金券的夹层，现在放着我这些年获得的各种勋章和慈善证书。我轻轻拍掉上面的灰尘，心里只有无比的宁静，没有任何欲望。苏巧琴的3年苦力期终于到了，她拎着个破旧、洗得发白的蛇皮包袱，孤零零地站在洋楼门口等我。林峰，我能再看一眼这里面吗？就看一眼，我马上就走。我沉默片刻，侧身让他走了进去。他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陈设，突然蹲在地上放声大哭。林峰，如果当初我没听我妈的话，没跟你退婚，我是不是就是这里的女主人？他抬起头，满眼希冀地看着我，还抱着那一丝丝可悲的幻想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任何怜悯，只有看透世俗的平静。乔琴，这世上没有如果，你爱的从来不是林峰，你爱的只是马强的皇冠车。现在的我，你有再多的皇冠车也买不起了。你明白了吗？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去特区的单程汽车票，递到他长满老茧的手里。走吧，去过你自己的生活，别再回林家村了。这里已经没有你的记忆了。巧琴接过车票，手抖得像筛糠，绝望地走出了林家大门，步履蹒跚。除夕夜，林家村张灯结彩，热闹得像在过狂欢节。我在洋楼院子里摆了整整50桌流水席，请全村的人喝酒吃肉，不醉不归。二哥大壮抱着他刚满2岁的儿子在席间穿梭，笑得合不拢嘴。阿峰，咱爹娘要是泉下有知，看见今天林家门庭若市，该有多高兴啊！我端起酒杯，面向后山红木林的方向，遥遥一敬，那是林家的命门。二哥，老祖宗留给咱的不是木头，是这块地，更是这一身不弯的傲骨。只要地还在，根就在；只要根还在，林家就原本不会这个世界上倒下。全村人举起杯，齐声高喊，声音冲破了云霄。敬林老板，敬林家老洋楼，敬林家老祖宗。1997年。回归的钟声即将响彻神州大地。我站在林家洋楼的最顶端露台，遥望着海平线的尽头，那里金光万道，波澜壮阔。晨光洒在红砖绿瓦上，给这座经历了100年沧桑的古老建筑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边。助理大步走过来，递给我一份厚厚的全球战略计划书。林董，咱们的红木家具已经正式入驻卢峰宫，下一步该去纽约时代广场剪彩了。我合上文件夹，看着远方的流云，淡淡一笑，语气坚定。去哪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不管我走多远，我都会回到这座院子。我转身走进屋内，将那张发黄的南洋老船票锁进了一个崭新的防弹保险柜里。保险柜的门沉闷地关上，我最后看了一眼这栋曾经最破的院子。穷不过3代，我林峰真的做到了。